这支 room tour 的影片了。我现在是在我英国住的宿舍里面，我其实已经在这边住了大概8、9个月的时间，然后终于有时间可以来录这个影片，也比较多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。那我现在住的地方是 University of Warwick 的 Lakeside Residences， 在我们学校里面呢有很多的不同的宿舍可以选择。那当初的话，我选的第一志愿就是这个宿舍。我住的宿舍的房型叫做 Single Ensuite。在英国的话，如果你们有申请宿舍的话，大概知道英国的宿舍就是3大类型。第一种的话，叫做 single room。single room 的话，你会跟室友共用的空间比较多，包含厨房跟卫浴。那你拥有的就是你个人的房间。那第二种的话，就是我住的这种叫做 single ensuite。single ensuite 的话，你会拥有个人的房间以及个人的卫浴。除此之外的话，厨房的话就是跟其他的室友一起共用的。那第三种也是最高级的，叫做 studio。studio 的话，它就是你拥有算是就台湾说的套房，你会拥有整个房子，包括浴室，然后包括厨房，所以你就不会有室友。那说一下为什么我当初会选 single ensuite。一来是我之前在英国当交换学生的时候住的就是 single ensuite， 那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房型是我还蛮喜欢的，就是住宿的模式，所以我这次也选了 single ensuite。第二个原因是个人比较没有办法跟别人共用厕所还有卫浴的部分，我对卫浴的卫生条件要求比较高一点点，所以我很希望可以拥有自己的洗手间。那另外一个话，我还蛮喜欢有室友的感觉，因为就像去厨房做菜啊，在宿舍生活的时候，其实有朋友一起交流互动，我会觉得蛮好的。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就带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宿舍的环境，还有我的房间，以及等一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宿舍的厨房。现在这边就是我们住的宿舍区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就是我们里面有自习室，还有就宿舍有遇到什么问题的话，就可以来这边找他们解决。有时候晚上这边会也有一些 social event 吧，就会有一些小点心啊什么之类可以过来吃。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宿舍区，它有蛮多栋的，然后有一些栋是没有相连的，但大部分都是相连的，就环境还蛮好。宿舍的背面就是湖边拍出来的角度，可以带大家去看一下那个湖，还蛮大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宿舍会叫做 Lakeside Residence， 因为它就是在 lake 的 side， 就是 lake 的旁，就湖的旁边。这边是我们的宿舍，然后这边就是湖，然后湖有时候就会有一些鸭子啊或者鹅在里面，然后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奇怪的东西。带大家去我住的地方看一下。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刚好有不知道是鸭还是鹅，在这边孵蛋。我住的宿舍就在前面，我住的宿舍是这一间，然后我们就进去吧。我们宿舍还管得还蛮严的，就是都要刷门禁卡，然后卡也都是每一栋是不同的。这个就是我的 flat。一进来呢，这边就是我和我室友们的房间。我在这边一共有7位室友，所以加我一共有8个人住在这个 flat。然后我住的是3号房。先让大家看一下我宿舍的全貌。这边一进来就是洗手间，然后那边是我的房间。房间大致上长这样。看一下进门的空间，一进来就有3个层架可以放东西。像最上面这一层的话，我就是放一些我的家电用品的盒子，因为可能我离开的时候还要再转卖，或是给下一届的同学，所以我都有把盒子留起来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些打扫的用品啊，还有我出门会戴的帽子跟香水。下面的话就是一些，我有一个那个，就是它是一个那叫什么热压吐司机，所以有时候很少啦，但有时候会在这里烤热压吐司。然
然后我的放鞋子的区域，以及这边有一个衣柜，衣柜还蛮大的，就是空间还蛮够的。最上面那个地方还可以放行李箱，登机箱的 size 可以放在里面，所以我的登机箱是放在里面。然后这边是放我一些衣服啊，这也是放衣服，里面很乱了，就不打开了。接下来是厕所的部分。厕所的话，我觉得以英国宿舍来说算蛮大，跟我上一次在当交换学生的时候比起来，住的这个是真的是大的。它有一个站着的淋浴空间，它的是干湿分离的，算是半干湿分离吧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玻璃就只做一半。然后我本来有想说要在这里吊一个那个。就是那种浴帘，可是它没有地方可以支撑，所以我通常洗澡的时候，就是反正只有我一个人嘛，所以我就把门打开，然后用门当做我的浴帘，让水不要跑出来。转过来这边的话，就是一个储物的空间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柜子，然后下面这边，我就是放一些柜子里面放不下的东西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柜子。柜子基本上就是它只有2个层架，所以有一点麻烦，因为有些东西堆不了很高，所以这边空间算是没有利用到，上面也是。像我这上面就是放一些我的个人卫生用品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放一些彩妆，然后转过来这边的话有一个，这个是在英国还蛮常见的，就浴室里面都会有一个这种暖气架吧，所以摸起来这边都是温热的。我就会在这边有时候晾一些我手洗的贴身衣物，或是没有在晾的时候，我就是放我比较常用的几条毛巾在这边，就不会湿湿的。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个很小的洗手槽，但还不错啦。就我觉得这个厕所空间对我来说是很够的，然后用起来也很舒服。接下来就是我的房间区啦，其实就蛮简单的。一过来这边在衣柜旁边有一个全身镜，所以我出门就会在这里照一下镜子。这边的话就是我的书桌上面，它没有放这种层架，然后层架它这边都是有洞洞的，所以你可以依照你自己喜欢的样子去把它调整你喜欢的高度。因为当初我来的时候，它就是把最上面那个层架弄到最高的地方，我根本拿不到东西，我就要踩到桌子上才把它拿到。所以后来我就是把它调整，然后移下来，因为我在这边待的时间没有很长，所以我没有特别去买那种置物篮，所以我的层架都是这样子散散的放在这。像是这边上面就是放我的，这边都是放零食啊，各种零食。我就是把那个超市不用的纸袋拿来装我的零食。这是我昨天我室友有一位是日本人，他给了我很多日本的小零食。对，我就把它放在这边，然后上面还有，这个盒子也是在英国买的饼干，然后剩下的盒子放在这边，然后里面现在是装凤梨酥，然后上面有更多的零食，然后这边也是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窗外景色，现在刚好有出太阳，很漂亮，阳光就会洒进来。像住我对面的同学，他们就会照不到阳光，所以就很羡慕我住靠中庭这边都可以照得到阳光。然后它是有2层窗户，所以早上我通常都会只把纱窗这样子盖起来。然后我有试过从外面看，其实看不太进来，所以还好。那晚上的话，我就会把就是这种遮光的窗帘这个拉起来。然后这边有一个暖气，这个暖气的话，它好像其实中央空调有在调整，所以有时候天气很冷的时候它会开，但是如果天气应该超过10度或10度吧，它就会把暖气关掉。这个是我的床，我床算是接近2人床，但是2个又不到正常2人床的 size。我的床有个缺点就是它超软，就是你躺下去的时候会有一种陷下去的感觉，我没有很喜欢，可能住久了也习惯。然后这个海报是我在学校的，有时候学校外面会摆摊，然后我在学校的海报摊位买的，我就把它贴在这边，我觉得很漂亮，就是一个世界地图，然后彩色。然后床旁边呢，这边就是一个床头柜，我就摆一些我比较常用的，像是发品啊、身体乳啊、简单的保养品。然后这个柜子里面的话，
第1层这里，我也是摆一些我比较常用的保养品，还有我的吹风机。那这2个抽屉主要是摆我的杂物们，所以里面很乱，就不给大家看了。然后另外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床底下，就是我觉得这边宿舍都知道，因为学生会很多行李箱嘛，所以床铺底下的空间都是空的，就可以让大家摆我们的行李箱。OK， 那我的房间大概就是整体来说大概就是这样子，虽然没有很大，但是其实在 work 里面，以这个房型来说，应该是最大的宿舍了吧，所以我觉得生活起来空间是蛮够的。加上这边的宿舍应该都是近期有翻修过的，所以设备什么的也都比较新。加上我的地板是木地板，不是那种地毯式的，因为我还蛮讨厌地毯，因为很难清嘛的，所以我这边都是木地板，我觉得很棒。接下来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厨房。然后从这边走进来的话，就是我们的厨房。先给大家看一下厨房的全貌好了，大概就是这边主要是料理的区，然后过来这边是吃饭的区域，位置就很简单很基本，就一些这边还有更多的储物柜。我觉得厨房的好处就是储物的空间还蛮多的，然后另外这边就是吃饭的空间，外面景色蛮好的，就是外面的大马路。然后另外这边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冰箱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冰箱，也是很乱。反正因为大家就是我们8个人住嘛，所以1人分下来差不多就是1个，所以东西看起来就很多。另外这一区的话，就是也是做菜的空间，就因为反正很多人真的有在使用，所以就你看就蛮乱的，乱七八糟的。然后一样做菜可以看到外面，我觉得蛮美丽的。下面的话就是有一个烤箱，很方便。上面的话是电磁炉，就是在英国的宿舍看到的都会是电磁炉，因为明火比较危险嘛。然后好像这边的人也都习惯用电磁炉的方式，不习惯用明火，所以我们宿舍配的都是这种电磁炉。然后基本的设备这个是我室友的，不是公用的。然后这个基本的设备像是微波炉，然后这边也有烤箱，然后还有热水壶什么的，都还蛮齐全，蛮方便的。然后每个人的话大概会有1个柜子、2个柜子，然后再加上1个抽屉。像是这就是我的柜子，然后里面很乱，我们快速看一下就好了。反正就是我基本上要用的酱料啊、调味料，还有我的碗筷就放在这边。下排的柜子就是放一些保鲜膜啊，还有什么铝箔纸，然后一些袋子，还有一些食材、锅子。然后更多的酱料、鸡蛋、洗碗巾等等的，就都放在这边。我们的冷冻库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也是充满了东西，就也是1个室友1层，所以大家东西都非常多。然后这是我的那层，我就也是很多冷冻吐司啊，还有我前几天包的水饺。反正在这边买东西都很贵或是很难买，所以大部分我都是自己做饭，东西就会比较多一点点。好，那厨房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子。以上呢就是我的宿舍 room tour， 大概我终于把这个拍完了。那如果大家刚好也要来 work 念书，然后对学校的宿舍有什么问题，或是英国生活上有什么问题，欢迎留言给我，或是私讯给我。那就这样，大家拜拜。